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上期咱们从消防的角度调侃了一下我的人间烟火，可大家后来反馈说呢还没有尽兴，所以咱们今天索性吧就再来说一期。不过这回吧老车都不打算说它这里面的消防问题了，毕竟打脸总盯着一个地方揍也没啥意思。这不上期节目呢留了一个尾巴，虽然咱们讲了女主蠢的问题，但女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并没有往下说，所以咱们今天吧就从行事风格的角度来聊聊咱们女主许大医生的日常行为艺术。说实话，如果在车里给自己守灵的这种蠢法只是日常操作吧，这倒也没啥，但你把这种蠢带到工作中就属实有点过分了。这不咱们许大夫呢刚从车里钻出来就转身回了医院，并且正好赶上了一个患者要做心包穿刺手术。其实按照医院的规定，女主所领导的医疗小组是没有资质做这类手术的，而且他手下的助手也说以咱们的资质是做不了2级手术的，就连旁边的同事都劝他说医院的专家已经在来医院的路上了，你没必要冒这个险呢。可咱们许大夫呢偏不听，非要干他职责之外的事儿，就要自己做手术。不信你听听他是鬼扯的理由啊！就凭这只手，他不会死，他不会死。好家伙，你用手保证？来，你告诉我，你怎么用手保证？咋的？你治死人了，我们还得把你按在菜板子上剁手啊？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说白了，人家高进当年顶天也就是拿点筹码在台面上赌，你这家伙可倒好，直接在手术台上赌命。而且你要说你拿你自己的命赌吧，我也认了，结果你还是赌人家患者的命，咋的？你这意思是你有这方面手术的经验呗？你以前做过这手术吗？实习的时候做过。实习的时候做过。哦，我明白是啥意思了。你那意思不就是说我上你们医院这儿花钱做手术了，然后你拿我练手呗？好家伙，我这妥妥大冤种啊！我这一看呢，合着你这手术台上一梭哈，我这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呗。这小白鼠做手术还不用花钱呢，然后我上你这块花钱赌命，我这也太冤种了吧？这就好比什么呢？你上理发店理发，都已经说好了是首席设计师给你绞头，结果突然临时变卦，学员拿着推子上来了。现在咱就假设一下啊，如果你是患者，医院这边出来一个没有资质的医生要给你做手术，并且当着你的面义正言辞的跟你说就凭这只手你死不了，请问您此时此刻作何感想？反正我不知道大伙是怎么想的啊，这要是我的话，那我指定搞错了，再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谁叫咱们都是体面人呢？动手多 low 啊！何况有些剧粉也说了，女主只是救人心切，违背一些原则和规定也是情有可原的。那好，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吧也行，咱就当许大夫是全球首位急诊科赌神了。但你赌归赌，你这赌性别扩散到外面啊！不信你看看女主出任务啊，真的都能把你给气死。这不，人家事故现场消防员在河里正解救被困人员呢，这绞盘也用上了，车壳子也锯开了，这不眼看就要把伤员从河里给救出来了。结果就在这时，咱们赌神大姐出现了。说实话，一开始我还寻思呢，他又上来捣什么乱呢？结果您猜他要干啥？要给河里的伤员扎针。真的，我当时看到这场面，直接就给我干了。我说赌神姐姐，人家伤员的腿还在河里没拿出来呢，电锯还没开工呢，你这边直接上去打吊瓶去。我说你咋想的呢？咱先不说这电锯和人啥的会不会把这滴液管弄断，你就看这伤员在河里挣扎的手舞足蹈的，你也不能上去给人家扎针呢。这玩意儿你扎完了不滚针呢？结果你看到底是因为车上面的人太多，车往前一滑，把男主的后背给弄受伤了。不过吧，这倒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你想想，咱们端哥都是一人在水中推车的狠人，这点伤算啥呀？我吧，主要还是有一事不明，要请教咱们急诊科的赌神。你说这伤员本来就是要马上抬上岸的，你在河里打吊瓶和伤员抬出来在岸上打吊瓶，你告诉我有啥区别？真的，你要说伤员还要在里面困很长时间吧，你打吊瓶我都不说啥了。可你说你这边刚扎上吊瓶，男主就喊人把伤员抬出去，你说你这不是捣乱，这是在干啥吧？用咱们广东朋友的话说，你这操作也太捞了吧。当然有的人会说，女主就是那种为了救人不惜违背规则和常理的人，她这种医者仁心我们应该理解一下。对，谁还没年轻过呀？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人家许大夫在更衣室不也说了吗？我救人不图回报，也不图别人感恩，反正救了他们，人家也不会念我的好。人本来就是健忘的动物，
你见个哪个患者，回去之后还回来感谢医生了？看不看见？人家赌神就是有赌神的风范，无论救了谁，众生平等。人家都说了，我根本就没见过患者治好病还回来感谢医生的事儿，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对，您老人家说什么都对，请大伙记住女主此时的嘴脸啊！咱们到时候就看看她后面是怎么打脸的。这不，女主之前出任务把男主在河里弄受伤那回，好巧不巧，这个受困者正好就得了那种 HIV 的病。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查一查，老车就不做解释了。总之就是那种能靠伤口和血液传染的不治之症。这不，当时咱们端王为了救女主受伤了嘛，再加上旁边这几个消防员也受伤了，于是医院就联系到了咱们端哥这边，让他们4个人来医院取病毒的阻断药，以防止造成传染。但好巧不巧的是，他们这医院里头啊就剩下3份药了，所以有一个人必须要等疾控中心调取新药吃。至于新药多久能到那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第2天早上。于是咱们许大大夫这边呢就先入为主的认为应该男主先吃。你身上有伤，和患者有过近距离接触，感染风险最高，你应该先吃。哎，许大大夫，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要说风险高先吃吧，可以。你说你这不是定点医院没药我也认，那你为啥不去别的医院借药呢？女主，你之前违背医院规定给患者做手术那劲儿哪儿去了？你不之前宁可在救援现场捣乱，也要第一时间扎针救人吗？咋的，这会儿医院没药了，你又不着急了？你这也表里不一呀。说白了，你之前违背医院规定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徐主任同样是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你都不能等。这会儿从疾控中心调药，你就能等了。虽然说其他消防员传染的风险低，但不代表不会得传染病吧？说白了，用你之前着急救人的逻辑，你为啥不去附近的医院借药呢？你这医院没有药，不代表别的医院没有啊？咋的？你这医院建在无人区呀？周边一个医院都没有啊？这事儿我咋就不信呢？再说了，你这阻断药也不是医院白给的，到时候消防员一样是找公家报销。我在你这医院买也是买，我在别的医院买也是买，我为啥非要在你这医院等药呢？就算你许大夫能力有限，弄不到药，打个电话问问其他定点医院有没有药，不难吧？让消防员去别的医院取药也是一样的呀，你为啥不说呢？咋的？别的医院就眼看着这几个消防员没药吃啊？人家这几个哥们儿都说了，这阻断药2个小时内吃效果是最好的。你告诉我，你打电话联系到别的医院，这几个消防员开着车2个小时内哪儿到不了吧？咋的？方圆2小时的路程就没有一个定点医院有药啊？反正咱不知道这剧情是怎么编的。这不，咱们端哥一看呢，也不能让自己的兄弟没药啊，于是就把女主交给他的这3份药全都给了自己兄弟，然后自己在医院里等药。说实话，男主这么做也确实挺讲义气的，但我没想到就在男主等药这功夫，咱们许大夫又干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操作。哎喂，主任，咱们医院的阻断药没有了，麻烦您联系一下疾控中心，能不能尽快把药送过来？哦，好家伙，闹了半天你能催药啊？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开始知道医院没药的时候，你为啥不抓紧打电话催药呢？哦，到男主把药让给别人了，你才想起来打电话催药，咋的双标啊？当然，有的剧友会说，可能女主之前催药了，只不过没表现在镜头里。真的，你别跟我说那个，咱们只看镜头里有的东西，没表现在镜头里，咋的？你还让大伙自行脑补啊？换句话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段剧情？这里是因为男主没吃药，所以你才破例打电话催药。如果要换成别人，你就不打电话了呗。当然，有的剧本会狡辩，女主也是普通人，你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衡量她。对，您说的都对。如果换作是别人，我指定不会这么苛责一个医生妹子。但女主就不一样了，人家之前自己就已经把圣人姿态放在那儿了，众生平等嘛。她自己都说了，我救谁，人家事后都不会念我的好，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你看，违背医院规定做手术，抢着在事故现场第一时间给患者扎针，都算工作职责。那么医院没药了，你怎不第一时间打电话催药呢？你怎不第一时间去附近的医院借药呢？你怎不第一时间联系别的医院，让端哥他们上那儿去取药呢？真的都不是我用道德绑架你，你自己就是前后双标啊！而且你要说咱们许大夫工作的时候这么分裂吧，也就算了。这不10年前，因为咱们许大夫家里门户关键太严重，就逼迫女主一脚把咱们端哥给踹了，然后当面呢还说了一堆伤人的话。最主要的是事后还不做一点解释。最后直到10年后，咱们许大夫功成名
明就了，也后悔了，放不下男主了，这才想起来上门找男主，而且二话不说，直接就要和咱端哥和好。请问你是男主的话，你能干吗？换言之，就算不是老车的直男视角，就一个男的，咱都不用说妈宝男，就是10年前，因为他家里不同意，把你个妹子给甩了，10年后回来直接上门说咱俩和好吧。如果身为一个妹子，你会同意吗？你说和好就和好，你说分手就分手，把我当啥了？你在教我做事啊？而且女主这还不是最烦人的，像那个人家男主都已经拒绝你了，这玩意儿好聚好散，各自安好就得了。结果在女主误认为端哥的同事就是端哥女友的时候，咱们许大大夫又上去和人家搭话了，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风凉话。真的，咱们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你这不是打扰人家生活找打架呢吗？说白了，这妹子多亏不是男主的女票，如果是的话，你让这妹子回去怎么想？最主要的是咱们许大大夫吧，还始终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这不转过身又开始质问男主了。不是早就把我忘了？你管我干什么？车骨断了，你为什么把我接住？你有女朋友，拒绝我的时候说我有女朋友就够了，何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好家伙，我救个人还赖上我了，那咋的？我还能见死不救啊？你宁可违背医院规定都要去救人，人家也没说赖上你。还有人家端哥都已经拒绝你了，你还管人家咋说呀？咋的？我不说有没有女票都成罪过了。我想看过之前剧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人家端哥当时在家门口的时候已经说的够清楚了，早就忘了你了，咋的还非要人家说自己有没有女票啊？这说白了是人家的隐私，和你有啥关系吧？真的你都无法理解编剧为啥要塑造出这种人设。从工作的角度讲，女主不仅要当急诊科赌神，还前后双标；而从感情的角度讲呢，女主不仅以自我为中心，还打扰他人的生活。我就想问问编剧啊，你是想让所有医生都学女主这样治病救人呢，还是想让所有妹子都像女主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呢？真的，你让大伙儿评评理，你这玩意儿编的有没有问题吧？行了，老车也不说这些废话了，这剧好不好，大伙儿心里都有数。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